大明天启7年，公元1627年，天性好玩，做木匠手工活天下一绝的明熹宗朱由校，在这一年由于自己划船嬉戏落水，就此落下病根，久治不愈。眼看着22岁的熹宗皇帝快不行了，而他身下又没有子嗣，明熹宗的张皇后急了。农历8月11日这一天，趁着世卿朝野的魏忠贤不在，张皇后急忙问熹宗皇帝：陛下万一不会，大事如何？平日里只会嬉戏玩耍的朱由校，这回却头脑清晰地回答：那肯定是我的弟弟信王朱由检了。熹宗皇帝随即召见信王朱由检，将帝位嘱托给他，并说：吾弟当为尧舜。这话听着还挺耳熟。熹宗皇帝那位只当了1个月皇帝就挂掉的短命老爹明光宗朱常洛，在7年前将帝位嘱咐给长子朱由校，也就是后来的熹宗皇帝时，也是这么说的。可惜朱由校做了7年皇帝，却将明帝国继续搞得乌烟瘴气。临死前，明熹宗还不忘殷殷嘱咐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说：你即位以后要帮忙保全我的张皇后。还有魏忠贤是个大大的好人，恪尽职守，谨慎忠心，可任大事。魏忠贤就是那个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在北京城里呼风唤雨，招摇过市，如同皇帝出巡的司礼秉笔太监，人称9000岁，有的甚至称为9900岁的魏长公、魏公公。魏忠贤成为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还得从他的挥刀自宫说起。话说魏忠贤是今天的河北肃宁人，年轻的时候这哥们就是一个无赖混混，经常与一帮地痞流氓赌博。有一次赌博输了后，魏忠贤被逼急了，一怒之下竟然挥刀自宫，进宫当太监去了。这一刀好生英勇，斩出了好几年的大富大贵。魏忠贤进宫是万历年间的事，进宫后他结交了个好太监哥们叫做魏朝，但魏忠贤可不老实，转眼就把魏朝的老相好，也就是熹宗皇帝的奶妈克氏给勾搭上了。对此也有人怀疑魏忠贤留了一手，想当明朝的嫪毐，没有完全净身。因为这个老相好的缘故，魏忠贤在熹宗皇帝登基后开始飞黄腾达了。经过7年的发展，到熹宗皇帝病危时，魏忠贤已然是大明朝上下左右禁卫的9000岁了。他手下的势力遍布紫禁城内外，从内廷的太监到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再到朝廷的大臣和边关将领，无不以他马首是瞻。按照当时左副都御史杨涟的话来说，就是整个大明国内外俨然已是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了。而魏忠贤身边的爪牙、内廷宦官有王体乾等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有兵部尚书崔成秀等人阿谀奉承，手下遍布朝廷内外，大明上下俨然是这位9000岁在说了算。正是在这种杀机重重的氛围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在诚惶诚恐中上位了。明史记载，天启7年8月11日，熹宗皇帝遗诏皇位由信王朱由检继承。11天后的农历8月22日，熹宗皇帝驾崩，朱由检随后即位。但朱由检登基后，魏忠贤很快发现事情好像不太对路了。刚开始，已经59岁的魏忠贤以为这个16岁的小皇帝朱由检不过还是个娃娃，不足为虑。但16岁的新皇帝朱由检可不像他的哥哥明熹宗一样愚钝，这个少年太隐忍了。朱由检登基后，已然感觉到了大明王朝内外的重重杀机，他不敢吃宫中的食物，因为朝廷内外包括他身边的太监和宫女，绝大部分都是魏忠贤安排的手下，因此只能偷偷吃自己藏在袖中的饼子。晚上，少年皇帝甚至命令将大殿和寝宫的蜡烛全部点亮，因为他担心黑暗处不知道是否藏匿着企图刺杀他的奸贼。在昭告天下的即位诏中，朱由检说：吏治民间，将求一欲变通。吏治是他即将开刀的第一步，而开刀的对象无疑就是魏忠贤。崇祯皇帝朱由检一开始表现得非常隐忍，表面上对魏忠贤毕恭毕敬，暗地里却开始一步步地清除身边的阉党势力。他的第一招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魏忠贤为了试探崇祯，假装要辞职，崇祯没有批准，并且极力挽留。东林党人出面弹劾魏忠贤，崇祯把东林党给批评了一顿。从内到外，崇祯皇帝开始层层抽丝剥茧，一点点地清除魏忠贤的势力。崇祯皇帝有条不紊，步步推进，也使得朝中一些投靠魏忠贤的墙头草们发生了分化。眼看新皇帝可能要清剿朝政，
昔日的南京通政使杨所修以及吏科都给事中陈尔义揣度着小皇帝的意思，于是上书弹劾魏忠贤的老部下兵部尚书崔成秀，说他以往干了 N 多例如迫害东林党人的坏事，但崇祯对此暂时压了下来。不久，原来跟随魏忠贤却没有受到重用的云南道御史杨维元也连连上书，斥责崔成秀内于厂臣，外擅朝政，贪淫横虐，由此掀开了一场朝臣攻击魏忠贤势力的舆论风暴。崇祯的策略是，他自己看似不动，暗地里却鼓励那些反对魏忠贤的朝臣们，以及利用魏忠贤原来的心腹们，来发起一场讨伐魏忠贤罪孽的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斗群众，仅仅只有16岁的崇祯皇帝对此却无师自通，而那些多年来被魏忠贤一伙压制迫害的东林党人和民众们也纷纷开始爆发了，大量的奏书如雪片般纷纷进城，其中共生前家珍更是上书隶属魏忠贤有并地、灭后、弄兵、罪民之高等10大罪。崇祯读了心里为之震动，随即召来魏忠贤，让侍者一条条读给魏忠贤听，并且每读一句就斥问魏忠贤说这是在说什么，弄得魏忠贤只能跪在地上不停磕头，不知如何辩解。魏忠贤心里大惧，原本他就是个不识字没文化的街头混混，无奈被迫自宫当太监，没想着因为勾搭上了熹宗皇帝的奶妈，乃至飞黄腾达，权力来得太快，他心里并没有多大的准备，除了平日里作威作福，没有思考太多如何保全自己。何况作为一个成长于封建时代的普通人，对于皇权他始终还是有着畏惧心理的。这一番崇祯皇帝的步步夺权紧逼，使得魏忠贤不由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魏忠贤紧急找到崇祯皇帝身边的老太监许银元，请求他代为向崇祯求情，并假装要告罪辞职。没想到的是，崇祯却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辞职，并迅速任命自己的手下控制了东厂、锦衣卫以及京城中的巡防等要职，并将兵部尚书崔成秀等魏忠贤的党羽逮捕下狱，罢免阉党势力的工部尚书吴纯夫等人官职，由此迅速掌握了朝中大权。天启7年11月初1，仅仅登基才2个来月的崇祯皇帝下发诏书称，魏忠贤罪大恶极，本该被凌迟处死，念在熹宗皇帝的遗言，姑且饶他一死，家产悉数充公，同党尽数流放。至此，魏忠贤也被吓破了胆。眼看这位16岁的小皇帝雷厉风行，3个月间便将实权步步掌握，而自己的党羽则被贬的贬，被抓的抓，魏忠贤心生畏惧，于是乖乖地带着几百个随从，赶紧照着小皇帝的指示，朝着安徽凤阳的明帝国祖陵开拔前进了。但崇祯并未饶过他，随后朱由检又下令让锦衣卫前往追击魏忠贤，并准备将他逮捕回京继续问罪。得知消息的魏忠贤知道难逃一死，于是在行到河北阜城时，便和同伙一起在旅店中喝酒痛饮到半夜4更，然后上吊自杀。至此，呼风唤雨达7年之久的9000岁魏忠贤，在短短3个月间便宣告身败覆灭。但崇祯不依不饶，下令将魏忠贤的尸体肢解，并将他的人头悬挂在河间府示众，随后又命令将魏忠贤的姘头客氏处死。在超客氏的家时，崇祯还无意获知，原来魏忠贤还偷偷在宫中养了8名已经怀孕的宫女，意图效仿原来吕不韦的故事，将他们包装成熹宗皇帝的所谓私生子，以图谋逆篡用。短短的3个月时间，这位年仅16岁的皇帝便以雷厉风行的手段重新控制了大明王朝的最高权力。和唐朝宦官动不动就能把皇帝废了比起来，明朝的宦官无论当权时多么不可一世，一旦皇帝下决心治理他们，他们的权力就会像镜花水月一样消失。因为这些太监们再牛，他们也是皇帝的家奴，他们的权力本质上是皇权的延续和授权。一旦皇帝不再信任他们，或者把他们丢出去当作转移矛盾的火力点，他们没有丝毫自保之力。大太监刘瑾如此，魏忠贤亦是如此。人要对自己的位置有清醒的认知，哪怕身处高位，也要明白这权力是谁赋予的。魏忠贤就没有这样的自觉，甚至他也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捧上自己的高位，稀里糊涂做了皇权的替死鬼。被风口吹上天的猪还以为自己天生会飞，注定了败亡的命运。